为啥被无数网友狂喷春晚却始终不当回事？难道真不在乎观众感受了？你拍的一些东西都所谓的没人看，你着急，你这玩意儿你抱怨啥呀？2025年，岳云鹏和孙越的相声原计划12分钟，结果导演组一句超时，直接砍到只剩7分钟。那一晚，编剧和演员熬通宵改稿，硬是把一个完整段子撕得七零八落。节目一结束，岳云鹏春晚忘词，立马冲上热搜榜首。总导演于磊回应：我们今天交作业。很紧张啊、但是这个刚才宋飞在发言的时候，我特别想替他补一句，这个希望观众对我们宽容一点可观众要的从来不是包涵，而是尊重。可如今的春晚好像忘了观众也值得被认真对待。再看看赵本山那会儿的春晚，卖拐礼他把大忽悠演得活灵活现，走两步，没病走两步，走。百年中他把农民见干部时那份拘谨拿捏的精准到位，不差千里。他带着小沈阳鸭蛋首登春晚，不仅捧红了徒弟，更把东北喜剧推上了全国舞台。那时的赵本山不只是收视王牌，更是年味的象征。有人说没看他演小品，总觉得除夕缺了点魂儿。他的作品从不刻意煽情，也不强行说教，就用最家常的话，最熟悉的日常场景，让人笑出眼泪。就像隔壁老王在院门口跟你唠嗑，这种贴近生活的味道让他牢牢扎根在观众心里，也让小品王的名号实打实立住了。可这段春晚情缘最终在2012年戛然而止。春晚要革新，新导演上任，强调意义必须压过娱乐，这跟赵本山的理念完全对不上。两个精心准备的本子接连被毙，他只好以身体原因为由默默退出春晚。这个陪大家走过21年的老朋友就这样悄然告别了奋斗多年的舞台，而这一年也成了春晚的转折点。从此以后年味淡了，春晚照常办，舞台更华丽，明星更扎堆，却再也找不回那种就等他出场的热切。大家也试着接受新面孔的小品，可总觉得少了那份亲切劲儿。直到2014年，小品服不服意外爆红，被赞为10年来最好笑又最有温度的作品。后来才知幕后正是赵本山亲自打磨，从故事框架到台词细节，他把对喜剧的理解全融了进去，既保留了他标志性的幽默，又带出了人情冷暖。这把观众还没意识到呢。你是好人吗？你不是福大妈呀！一般这种情况把人撞完了，随后就跑了。完你你嗯一下子，一点一点撂回去，效果就有。赵本山懂观众想看什么，更懂喜剧该有的温度。21年春晚生涯，他留下几十部经典，还带出了小沈阳、宋小宝、宋晓峰等一批新生力量，给整个小品界注入了生命力。如今他离开春晚已超10年，舞台不断翻新，可关于他的讨论从未停歇。直到听到陈佩斯这番话，才真正搞懂为啥春晚越来越没人看了。这是最可怕的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如果冷场，我没本事，我回家练去。最讨厌、最可怕的就是好，一上来演员还没说词儿呢，什么呀？陈佩斯一句话直接撕开了春晚那层遮羞布，在这个面向全国观众的重要舞台上，表演还没开始，居然就有托儿在那儿假笑捧场，难怪越来越多喜剧大腕都婉拒登台。2012年，赵本山一口气交了4个小品本子，结果全被节目组打回，加上前一年和央视闹得不愉快，老赵彻底心凉，干脆退出了春晚舞台。最让人惋惜的还得数小品开山鼻祖陈佩斯，自1998年之后整整25年，这位曾让亿万观众笑出眼泪的喜剧人再也没踏进过春晚大门。原因很简单，他实在受不了节目组那套严得离谱的审查机制，眼睁睁看着自己呕心沥血打磨的作品被所谓专家批得一无是处，换谁不寒心？你说多少遍那样更好？不行，不行，等于限制了一个艺人的发展。我还有更好的东西的时候，他永远对你关着这门，而且他们给你提出的这个理由又是让你哭笑不得，你还有什么意义？那不就浪费生命了？小沈阳也曾公开表示，小品我放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研究不出来好的包袱了，没有特别好的事儿，不新鲜了。小品现在都是洗头卑微，我不喜欢，我喜欢
逗大家笑，从头到尾的把你们笑得开心，这是我想要的。有人说他是在为人气下滑找借口，可事实是，至今仍有不少地方台要他演出，他却一一推掉了。赵本山常说他最怕飘，可恰恰是他一直没飘。要演一个作品很容易，糊弄嘛很容易，但是我不接了，因为我不想糊弄观众，上就上一个好的。当然，小沈阳也曾短暂迷失过。刚火那会儿，名气暴涨，投资方闻着钱味蜂拥而至，他几乎照单全收。春晚后的第1年，一口气拍了9部影视剧。不懂这个概念，那个时候就是感觉自己红了，哎呀，挺好啊，这下能挣钱了，能拍片了，能演电影了，对，都来找我来了。就是这个心理，心态一乱，节奏失控，哪怕有真本事，也架不住烂剧本和赶工拍摄，慢慢被贴上烂片专业户的标签，观众好感度直线下降。好在他及时醒悟，重新调整方向。后来在跨界歌王里，凭一把高亢又细腻的嗓子再度圈粉。只是希望他在转型路上别太急，别白白糟蹋了自己的天赋和机会。说到底，喜剧的本质不就是让人发笑吗？创作本该靠灵光一闪和巧思妙构，若应用条条框框却掐灭那份鲜活，岂不是最大的悲哀？是赵本山作品的头号编剧，也是助其登上艺术巅峰最关键的搭档，没有别人能比。这个人就是何庆魁。说到何庆魁和赵本山的结缘，得从赵本山的小品《红高粱模特队》说起。1997年央视春晚后台，赵本山正为这次登台的剧本发愁，虽然整体没啥大问题，但总觉得不够亮眼。他和导演张惠忠一时也拿不准该怎么改。那时何庆魁刚好带着给高秀敏写的《柳暗花明闯春晚》来彩排，效果特别出彩。赵本山注意到了这位来自吉林的编剧，就请他帮忙看看自己的本子。何庆魁看完后只用了1天时间就改好了，其中一句台词“猫走不走直线，全看耗子怎么跑”，这话既接地气又充满机智幽默，让赵本山和张导当场叫绝。像我念本的时候，就把赵本山和张惠忠导演就乐得在床上打滚。我念本念到哪去？就是猫步就是猫走直线，然后赵本山说猫走不走直线，那得看耗子，耗子都拐弯了，猫还走直线，那是瞎猫。念到这时候，他俩要躺着就打滚，笑就打滚。打那以后，赵本山就认准了何庆魁，再没松手。这次成功的改动，也让何庆魁正式成了赵本山的专属编剧。随后，春晚铁三角就此成型。1998年春晚，小品《拜年》是他为这个组合写的第1部作品，至今仍被很多人视为赵本山小品里的天花板。拜年讽刺的是官场腐败，其实在这之前，赵本山在春晚上也演过类似题材，比如牛大叔提杆和三鞭子，但跟拜年一比，那2部立马显得黯然失色。在历年春晚的讽刺类小品里，几乎没有哪一部敢像拜年那样犀利直接。到了1999年，何庆魁又写出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不仅开创了白云黑土这对经典角色，他的造梗能力也开始大放异彩。比如，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，长得跟鞋拔子似的，我能上赶着追你呀？真不会审美，这叫鞋拔子脸呐，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。从1998年到2004年，何庆魁为赵本山打磨出多部春晚爆款，不仅帮老赵屡次拿下春晚小品类1等奖，更稳稳坐实了他小品王的名号。何庆魁不只是小品高手，还是赵本山进军电视剧的关键推手。他操刀刘老根系列剧本，开创了乡村喜剧的新路子。这部剧也成为赵本山影视帝国的奠基之作。2005年高秀敏离世后，何庆魁创作动力大减，加上赵本山团队方向调整、新人加入等因素，两人慢慢减少了常规合作。虽自2010年起鲜少联手创作，但彼此的情分早已超越工作关系，变成一种深厚的老友牵挂。赵本山曾这样夸他：我一说这个故事应该是个什么样的，他可以今天晚上连夜给你写出2套方案来。而何庆魁也坦言，咱们俩呀，就好像《水浒传》上，你是朝廷，我就是宋江，这辈子只有你负我，我绝不能负你，我做不出负你。真正的默契不在朝夕相处，而在灵魂深处的彼此懂得。是巩汉林头一回跟春晚导演组正面杠上，这个一向和和气气的演员，那一刻怒火像火山喷发。跟中央电视台春节剧组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，就是那一年我特别不高兴。冲突的起因是一位71岁的老人赵丽蓉，她那笑容背后藏着难以想象的剧痛。
这位年年用小品逗乐全国观众的老艺术家，早已是春晚的压舱石。可谁也没料到，彩排前夜，赵丽蓉在后台突然咳血不止，巩汉林赶紧送她去医院。医生一句话如五雷轰顶，肺癌晚期。巩汉林当场腿软，立刻拨通他儿子的电话。电话那头一片沉默，比哭声还让人喘不过气。导演组慌了神，10几亿人的除夕夜悬在半空，到底告不告诉他实情，要不要临时换节目？最后孩子们决定瞒着，因为他们太清楚，在母亲心里戏比命重。为了不影响演出，也为了不留遗憾，他们悄悄撕掉药瓶上的标签，把抗癌药混在普通药里，托巩汉林每天提醒他按时吃，再三叮嘱绝不能露馅。知道他得病之后，还在那一种投入的状态，那个心是很难受，因为你知道他的生命在1分1秒的过去。每年小品结尾，赵丽蓉总要给观众一个惊喜。为了唱好我心永恒这首英文歌，年过70旬的她，让人把歌词用中文谐音录进磁带，一遍遍跟着原唱抠发音，一个词一个音的死磕。终于在世纪末最后一个除夕夜，她把这首歌献给了全国观众，这也是她最后一次登上春晚舞台。当他在台上用颤巍巍的嗓音逗笑亿万家庭时，家人却在电视机前抱头痛哭。站在一旁的巩汉林心里翻江倒海。后来他说，我当时难受的要命，脸上硬挤出笑，心里却在淌泪。明明知道老太太命不久矣，还得装作啥都不知道。陪他演完整场小品，灯幕一落，我就明白这是我俩最后一回合作了。演员不能把情绪带上台，这是赵丽蓉教他的规矩。可那一次巩汉林终究破了例，唱到一半，他下意识伸手去扶，却被赵丽蓉猛地甩开。这不是剧本安排，而是晚辈藏不住的担忧和前辈最后的倔强。看你最近银行可以的路远，让所有期待未来的不管，相信很多个伴。如今赵奶奶已离开21年，可很多人说她好像从未走远，大概是因为她的笑点都来自柴米油盐的日常，没有低俗的段子，也不靠强行煽情博眼泪。她看不上那些花里胡哨的群英荟萃，更信奉萝卜开会式的朴实真诚。正因如此，赵丽蓉永远不会过时。